近日，俄军动用数枚苏制 P-35 导弹袭击了乌军位于敖德萨的防空系统阵地，但却被乌军防空部队所击落。火力军本以为俄军先前由俄空天军发射的 KH-22 巡航导弹就已是他们最老的型号，没想到还有高手。服役60多年的 P-35 导弹，即便是身为元老的 KH-22，见了也得喊一声哥。说起 P-35 导弹，前苏联是从1956年同 P-6 导弹一同研制的，是名副其实的老爷弹。这两种导弹均采用相同的基础设计，彼此差异不大。不过 P-6 是为潜艇设计的，而 P-35 则是专为水面舰艇设计的。其由布尔什维克工厂制造，与现代先进的反舰导弹相比，虽笨重不堪且早已落后，但 P-35 身为战后初代反舰导弹，俄军并未将其退役，而是让它服役至今，仍列装于部分岸防部队，将其当作靶弹，供防空兵部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发挥余热。只是令火力军没想到，这款老爷弹居然还能上战场，这能起什么作用？俄军果真如传言一般陷入困境，只能靠朝鲜弹药续命了吗？我们先来看第一种说法。P-35 虽然是一款大型反舰导弹，但它仍可用于对地打击，只需将机载控制系统从模式 M 切换到模式 B， 导弹就可以按照发射的指令，以80度近乎垂直的角度俯冲到目标。其在飞行时会采取高空低空交替模式。当导弹寻地雷达头检测到目标后，操作人员进行目标筛选，并发送授权命令给雷达系统。之后，导弹下降至低空，雷达继续捕捉目标，直至俯冲击毁目标。当然 ，P-35 也可以在自主模式下发射，这样就无需使用远程操作和目标图像传统通道。其在以高弹道飞行时，射程可达约400公里。只是受制于电子设备水平的落后，其打击精度很差，高达200到300米。不过考虑到其打击的都是如舰艇、发电站、机场这样的大型目标，这样的误差仍在可接受范围内，基本只要命中1枚，那重达800到1000公斤的高爆破片战斗部就可荡平一切目标。不过，正是由于 P-35 的大战斗部，导致其体积更加庞大，重达4吨，加上飞行过程中会展开2个弹翼，整体看上去就像一架小型喷气式飞机，导致其极易被各类现代对空雷达和防空导弹轻松发现和拦截。据悉，此次袭击敖德萨乌军防空阵地的 P-35 导弹就是如此，虽配有最原始的模拟控制系统和无线电遥控指挥系统，但仍被乌军防空部队轻松拦截。俄军让这种老爷弹上战场会起什么作用？有一种说法是持续消耗乌军防空力量。老迈不堪的 P-35 导弹在现代防空面前极易拦截，让其当靶弹训练不如投入战场，消耗乌军的爱国者或是欧洲的 IRIS-T 防空系统。毕竟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对俄军来说， P-35 导弹早已停产，也没什么升级改进的必要，用完了就用完了，且单枚价格可能只有10几万美元而已。而乌军的防空导弹单枚价格普遍可达数百万美元，如爱国者导弹一枚就400万美元，一整系统大约在10亿美元左右。所以俄军恐怕压根就没指望 P-35 能发挥多少作战效能，只是想以诱饵弹的方式去消耗乌军手中的高价值弹药，迫使乌军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如果发射防空导弹拦截 P-35， 妥妥的赔本生意，但若选择不拦截，那挨炸的就是自己，且造成的损失可能更大。毕竟被 P-35 那800到1000公斤的战斗部炸一顿，滋味一定不好受。当然，火力军对此有不同意见。俄军虽然有消耗乌军防空力量的想法，但最后能起到的作用可能不大。面对 P-35 导弹来袭，乌军肯定会选择，即便吃亏，也只是消费比上吃亏一些。关键这样的做法，俄军能坚持多久？一款早已停产的弹药数量能有多少？再说了，俄军能用老爷弹袭击，乌军自然也可以。如改装后用于袭击地面目标的 S-200 防空导弹系统，又或是原点铀导弹等，都曾打击过俄军阵地目标。更何况，乌军今后的远程火力一定比俄军强大。
俄乌战争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刺激北约和欧洲恢复军工产能。我们以乌军急需的炮弹举例，按照美国五角大楼的说法，预计到今年春季，美国的炮弹产能将能达到每月 5.7 万发，并最终在2025年达到每月10万发。这些炮弹将大部分被送到乌军手里，再来满足乌军需要后，才会补充并扩大到美军库存里。欧盟也同样如此。1月19日，在与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共同主持的记者会上，欧盟内部市场专员蒂埃里·布雷顿透露，欧盟将在今年3月或4月实现100万发炮弹的年产能，在今年年底将产能增加到130到140万发，并在2025年继续大幅增加产能。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则表示，乌克兰正指望着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此外，还有之前提到的拉姆施泰因集团成员组建的火炮联盟，完全有能力将当前乌军每月10万发炮弹发射量提高到与俄军相同的30万发。届时，相比俄军炮兵在射程、精度、反应能力、高技术弹药以及反炮兵能力等方面更具优势的乌炮兵将碾压俄炮兵。在援乌态度问题上，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的发言打脸一众嘲讽美国断乌援助的人。在接受采访时，麦克约翰逊称，在新预算的补充材料中，必须坚持向乌克兰提供更先进的武器，包括射程300公里的 ATACMS 导弹，安装集束战斗部的 M26 火箭弹、JASSM 隐身巡航导弹，更多的 M1 主战坦克和 M2 步兵战车，乃至陆射小直径炸弹和 F-16 战斗机等，完全站在了只要能赢得战争，乌克兰需要什么都会给的阵营。他是在嫌弃美国给的武器不够先进、不够多。那俄军弹药现在是什么情况？真的是在靠朝鲜炮弹续命吗？目前俄罗斯工业的炮弹产能只能推测，该国国防部等公布的官方数据，火力军真的不敢信的。毕竟北约和欧洲在军事援助乌克兰的同时，他们还在继续制裁打击俄罗斯军工业。如据福布斯的报道显示，自战争爆发后，土耳其向俄罗斯出口了大量军民两用产品，仅2023年前11个月的交货量就达到2021年全年总量的6倍。但在美国和欧盟的压力下，从2023年年底，土耳其已经开始减少向俄罗斯交付军民两用产品。另外，火力军实在无法相信俄罗斯不依靠进口依然能维持军工业的高效运转。以炮弹、子弹所必需的发射药为例，在俄罗斯需要的消化纤维中，有 98% 来自进口，主要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但有几个国家敢说不需要世界市场呢？即便是有，也不会是俄罗斯。所以按照之前的推测，俄罗斯大口径炮弹的产能以152毫米口径炮弹为主，年产能很可能不到30万发，甚至更低。那俄罗斯现在是否在靠朝鲜炮弹续命呢？此前，朝鲜国家情报院宣称，朝鲜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超过100万发炮弹，但从战场表现来看，俄军炮兵即便获得了来自朝鲜的炮弹补充，也无法重现战争初期无限制泼洒炮弹的情景。而且，战争研究所还分析认为，朝鲜制造的炮弹虽然有严重质量问题，但俄罗斯很可能依然会选择购买更多朝鲜炮弹。这一点从近期两国频繁互相访问、关系明显深化分析得出。去年12月9日，乌克兰军事媒体《防务快报》曾公开了俄军正在使用的朝鲜产 NDT-3 152毫米炮弹拆解分析照片。当时，该媒体分析认为，炮管内火药的颜色参差不齐，内部零件严重缺失，可能会造成爆破效果不均匀，所以俄军即便有朝鲜导弹续命，时间也不会长久。乌军有能力继续遏制俄军进攻，俄军实力只是一个肥皂泡。那今后战局会如何发展呢？从目前俄乌战场的情况以及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的采访，虽然此前网络上流传了不少关于乌军修筑防御工事的图片和视频，但火力军觉得，不管外部如何变化，2024年的乌军部队不会完全放弃进攻而转入守势，应该会在消灭俄军有生力量的同时，寻找战场上俄军的薄弱点，而克里米亚将会是乌军的突破点。如果这个突破点效果明显，俄军可能会因此导致全线溃败，
当然，乌军的成功绝对离不开北约和欧盟的支持，他们的支持将主导俄乌战争的走向。对于克里米亚，乌军部队十分看重。其军情总局布达诺夫中将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2023年的反攻尽管与最初的计划不同，但我们信守了承诺，曾多次攻击克里米亚。不过，想要拿下克里米亚，火力军觉得乌军需要解决当前存在的诸多问题。除了上述的弹药紧缺外，人力短缺问题对俄乌双方而言都十分突出。如前线士兵年龄偏大，平均年龄超过40岁，在体能、反应能力和判断上终究不如年轻人。尽管双方前线能够获得轮换和休假，但除非伤残，在战争期间是没有退役一说的。只是相对于俄罗斯士兵的叛逃抗议，乌军情况要轻得多。考虑到这些因素，乌克兰国防部主导起草的新征兵法草案目前尚未被最高拉达通过，甚至连要动员多少人都尚未确定。在接受采访时，泽连斯基宣称没有必要动员50万人，而俄罗斯同样也打算继续进攻。在1月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俄外长拉夫罗夫宣称，俄军将继续执行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所有目标，并表示莫斯科对与基辅或西方进行谈判不感兴趣。不过，从战场资源紧缺以及北约、欧盟制裁的情况下，2024年的俄军估计会从双方相持阶段转为完全被动防守阶段。至于这场战争还会持续多久， CNN 援引美国情报机构的看法称，考虑到在经济、人力、武器等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各有长短，战争预计会持续2到5年。回到战场上，好消息是接连不断。在本土袭击上，乌军利用无人机先后袭击了俄罗斯生产铠甲 S 防空导弹系统的谢格洛夫斯基瓦尔工厂、斯莫棱斯克生产 X-59导弹的生产厂，以及诺瓦泰克，这个是俄罗斯第2大天然气生产商的工厂，让俄军工产能和能源供给雪上加霜。通过最近一连串的无人机袭击，反映出乌军无人机性能有了极大提高，打击俄境内目标犹如入无人之境。加上其国产导弹射程突破了1000公里，使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俄重要城市纳入乌军攻击范围之内。俄军再也无法肆无忌惮对乌克兰境内目标实施导弹、无人机打击了。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自由军在俄联邦的布良斯克某处成功伏击了俄军弹药车，也就是说，俄军拿其境内反抗势力一点办法没有，仍让其在境内活跃。在前线战场，据乌克兰公布的俄军损失数据显示，俄军损失集中在东部阿夫迪夫卡、赫尔松地区。在东部前线，目前已经证实俄军占领了克罗赫马尔恩村以及通往塔拜夫卡的部分峡谷和几个林带，总共推进了 2.3 公里。对此，乌军承认从这个定居点主动撤走，战前这里仅有5栋房屋、45个居民，毫无战略价值。乌军撤退到更有利位置，用火炮、无人机继续杀伤俄军。阿夫迪夫卡战斗局势变化不大，北部斯特波维方向依旧被乌军牢牢控制。南部俄军虽然有所推进，但却遭受到了乌军无人机和火炮反击，战线变化十分不稳定。截止2024年1月19日，据开源可视化数据显示，双方在阿夫迪夫卡的进攻性装备损失情况：俄462，乌34。俄军损失是乌军的13倍，差距如此之大，是因为乌军用海马斯远程摧毁了俄军外围部署的电站装备和防空手段，甚至直接轰炸了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停机场。俄空军的基地只能被迫退守到别尔江斯克，使其对阿夫迪夫卡的支援极其有限。然后乌军在阿夫迪夫卡凭借优势无人机加 M2A2 加火炮的组合打击，这才使得俄军在阿夫迪夫卡战场十分狼狈，其惨烈程度比乌赫莱达尔有过之而无不及。算算时间，俄军在阿夫迪夫卡进攻马上就4个月，损失了超 2.5 万人和大量装备，却仍然无法获得突破。在赫尔松地区情况差不多，俄军仍然无法拿下克林基。面对乌军火炮和无人机，俄军处于持续损失装备和人员的状态，乌军则是正积极向前推进，扩大桥头堡。总的来说，乌军整体作战素养高过俄军。俄军经过2年战斗，大量精锐部队被消灭，剩下的动员兵也由于缺乏装备、训练差而损失严重。
好了，关于俄军想用 P-35消耗乌防空力量，以及2024年俄乌双方的攻守态势、弹药情况，大家是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